整个世界仿佛都在发烧。打开手机，满屏都是战争的硝烟、极端的气候、血月的意象，还有各大博主都在谈论的赤马红羊节。即使是关掉手机，在无数个深夜里，可能你依然会感到一种毫无缘由的胸闷、恐慌和惴惴不安。太多的人都已经厌倦了去取悦所有的人，厌倦了每天戴着面具假装自己情绪稳定，假装自己坚不可摧。其实在现实中，大家真正想要的只是能从必须百毒不侵的巨大压力中稍微喘那么一口气。如果这也是你当下的状态，请你一定要把今天这期视频看完，因为今天的内容可能是那些制造恐慌的玄学博主不愿意分享的真相。我们现在正处在2026年，农历丙午年，赤马年，而明年是丁未年，就是红羊年。在历史上，天干地支全是极盛之火的年份，就是赤马红羊年，往往会伴随着剧烈的动荡，被称为节，所以你可以听到赤马红羊节。但是如果从易经的维度上看，我们现在正是处在九子离火运的大时代。易经里的离卦的卦象叫做离中虚，意味着在这个时代，外表看起来是烈火烹油，绚丽璀璨，但是人们内心却是虚的、空洞的。在过去的20年是土运，我们完全可以靠拼命赚钱、买房、追求物质地位，给自己穿上一层厚厚的铠甲。但是现在火运来了，火的特性是燃烧一切沉重的物质外壳，它正在无情地烧毁用来伪装的铠甲，直接逼问人类的灵魂。剥去这些外在的标签，你里面还剩下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太多的人会感到极其焦虑的原因，因为假装坚强突然变得无比艰难。面对这种大环境的狂躁，很多人选择封闭自己，只要我们冷漠不在乎就不会受伤。甚至最近很流行一个段子，就说闭上眼塞上耳，狠起心去赚钱。但是深度心理学大师卡尔荣格说过一句极其残酷的话，只要你还在试图逃避痛苦，痛苦就会继续控制你。你以为让你痛苦的是外面的战争，是社交媒体上的戾气，是别人恶毒的言语，或者突如其来的背叛。但真相却是，除非你内心早已有了一个敞开的伤口，否则外面世界的任何动荡都无法真正的摧毁你。伤害人的不是世界做了什么，而是这些经历在人们体内激活了什么。荣格说，当潜意识没有进入意识，它就会主导你的人生，被你称之为命运。天地间的这把大火，却正好是把人类压抑了半辈子的阴影、恐惧、匮乏和不甘全部逼出水面。你越是想试图控制，越是试图维持那个我很完美，我能搞定一切的人格面具，你就一定会越痛苦。因为改变是痛的，褪去这层皮更痛。可是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没有痛苦、躲避痛苦，而是在我们流血的时候，依然对自己是谁保持极其清醒的觉知。那么在这个喧嚣沸腾甚至充满杀伐之气的世界里，我们该如何爱自己，如何真正的变得坚不可摧？答案是否就藏在我们中国高维的智慧奇门遁甲里？什么是遁甲？在天干中，庚代表着刀剑战争破坏外界的戾气，而甲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统帅，也就是人生命中最纯粹的元神，我们一直在提的本自具足的
真心。当外在的世界庚金杀伐之气四处弥漫的时候，硬碰硬只会粉身碎骨。真正的高手懂得钝，钝不是懦弱，不是逃避，钝是荣格所说的个体化的最高境界。它是让我们停止向外对抗，停止在网上去和戾气争论，如果你说你对我错，那你对。停止去控制别人如何对待自己，你如何对待我，那是你的事。当我们不再把能量暴露在外界的刀枪之下，开始向内看，接纳自己的脆弱，对自己说，是的，我现在很害怕，我也很痛。就在承认脆弱的这一刻，反而启动了奇门遁甲里最高频的保护神蛰伏。你不再是那个被外界情绪牵着走的木偶，你安坐在自己心中的中军帐中。外面的人在发狂，而你在觉察；外面的世界在燃烧，而你在整合。大多数人一生都在抗拒，抗拒不够好的自己，抗拒可能被抛弃的恐惧，试图完美，试图百毒不侵，这一定会让人精疲力尽。今天，请允许自己放下这沉重的控制欲吧，宽恕一切。宽恕就是放弃对过去本可以不同的奢望。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过去心不可得啊！时代的这粒灰，不管我们叫它是赤马还是红羊，都是宇宙新陈代谢的必然。它不是来毁灭我们的，而是来帮我们完成灵魂的淬炼的。当所有人都被外界的幻象下的魂不附体的时候，我希望你我是那个能在废墟中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遁入内在深海的人。因为真正的情感免疫力不是披上铠甲，而是极度的清醒。当你拥抱了自己所有的阴影，接纳一切，这个世上就再也没有任何人、任何灾难能够真正的触碰到你。如果这期视频触动了你内心的某个角落，可以留下只言片语，我本具足，或者 I choose awareness。 让我们在这个狂躁的时代开启一场向内的觉醒运动。我是 Teresa 同学，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深处再见。